100米长的鱼塘堤坝，不放线，全靠眼力，开10公135，什么水平？这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整的最长最高的堤坝了。堤坝总长度连两边转弯的地方105米，坡长大概11米左右。为了把这么长的坡都拍一拍烫一烫，我用尽所有挖机技巧，使出浑身解数才给它搞好。干活之前先给大家说一下东家的精神，把整个堤坝上面的杂草清理干净，堤坝的坡修整漂亮工整，后续会打上混凝土。修出来的坡度具体多少度没有说，就是要求修出来的坡人能够轻松的从下面走上来就可以了。首先我们沿着堤坝边上一边修路一边清理杂草搞过去。不管堤坝旁边的泥巴有多深，我们都一定要清出硬底，然后再挖堤坝上面的杆头给它垫起来。这么做的目的有2个原因，我站在上面大概看了一下，按照东家给我的要求，堤坝的坡度可能要延伸到我挖机修路的位置，只有把底下挖出硬底，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压起来，修出来的堤坝才会非常的稳当，不会因为地基不稳而垮下来。泥巴里面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动，我开始还以为是条黄鳝，但是看这个颜色不对，挖起来发现原来是个带壳的我们先给它放到一边。还有一个原因，路修好了，对后续不管是转泥巴还是整坡都会轻松很多。这么大个鱼塘，想要把泥巴吃完，对于需要堆放泥巴地方的面积可想而知，四周能够堆放泥巴的地方实在是有限，拖主又太耗费财力。东家的意思就是尽最大限度，能堆多少就堆多少。因为堤坝太高，一个人转泥巴转不上去，所以我就叫来了我的好朋友。他先是在堤坝外边挖了一个堆泥坑，然后在堤坝上面挖了一个眼，我站在下面再把泥巴甩到眼里面，他再挖起来丢到坑里。在我们2个合作配合下，他挖的2个堆泥坑就把泥巴装满了。清理泥巴的事我们先放到一旁，现在有个事情我们急需去做，就是在堤坝中间挖条槽埋出水管。因为堤坝上面是条水泥路，经常有人和车辆经过，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沟挖好，把管子给它埋好，不要造成太严重的交通堵塞。拆下来的水泥路我们就一块一块的给它先堆放到旁边，等沟挖好，输水管埋了，我们再给它复燃。马路边上有一根很粗的水管，挖的时候叫我注意一下。一听到说有水管，我头都大了，不过还好有惊无险，没有挖到。埋出水管的位置比较深，幸亏我是开的大挖机，才勉强给它挖到位了。OK， 埋出水管的沟总算是挖好了。在我挖沟的同时，好朋友也没有闲着，一个人默默的在角落里面挖了一个堆泥坑，又一个人默默的把角落里这一大片泥巴清理了上来。埋管子还需要一段时间，我就开到了鱼塘里面，把这边垮掉的坡用泥巴给它扶一扶，搞漂亮。输水管放好之后，我就喊好朋友过来肥田，一层一层压实拍紧，搞好之后，再把堆放在旁边的水泥路再一块一块的给它拼接完整，这效果就非常棒，像没挖一样。我在鱼塘里面护坡的同时，这边上有块空地，顺便再给它吃点泥巴上来，好朋友就爬上来给它弄平整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东搞搞西搞搞，打乱了我们一些节奏，前面一些过程看起来都有点烂，这后面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，整堤坝。我们2个一人一半，齐头并进的，每填50公分一层土，我们就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给它压来压去，一定要给它压结实。要是这个过程马虎了，时间一长，土会下沉，新打的水泥堤坝就可能形成空谷。反反复复多压几次，千万别马虎。堤坝做一半起来，就可以明显感觉到插土严重。就地取材，我们直接在鱼塘里面挖点干的过来，旁边地里面也可以挖个眼，取点土。挖的眼我们就用鱼塘里面肥沃的泥巴给它填起来，这不比你原先地里面的土要好，
到时候种点羊肉、土豆、马铃薯，收成那不得了。转泥巴转得最起劲的时候，好朋友跟我说他有事要提前下班。我看了下时间，才下午4点，我干脆就开到这里面来，把前面还没有覆完的坡全部给它搞完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又继续愉快的转泥巴。在转泥巴的时候，来了一位大爷，要我们能不能够给他地里面也堆一点。他也想种点羊肉、土豆、马铃薯，那肯定是没什么问题。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？坑堆满了，地里也给大爷堆了一些。这时候又来了一个人，说他旁边有一块很小的地，能不能够给他挖个岸堆泥巴？他也想搞点这肥沃的泥巴，种点羊肉、土豆、马铃薯。这感情好，我还担心堤坝上面插头。这下挖了这么深一个岸，把堤坝做起来完全够用了。OK， 这个岸也装满了。问一下大家，到现在为止一共挖了几个岸装泥巴？挖过泥巴的地方扫一扫，搞光滑。现在我们继续整堤坝，最后一层做起来来来回回的压一遍。这就到了整个视频里面最需要考验技术眼力的地方了。我们需要站在堤坝中间，一次性的把整个堤坝的坡度给它做成型，该直的地方直，两边该弯的地方弯，做出来的效果一定要有型，看着舒服，不能弯弯曲曲。我把上面搞成型了之后，好朋友又根据上面把下面我挖不到的地方多的土收一收，挖一挖，转到后面来，我再一次性的做过来搞成型。这后面就没有好朋友什么事了，他可以拖着挖机回家了。这后面就交给我了。整个堤坝做完，我们先是站到上面，把上面能够拍得到的地方通通的给它拍一遍，然后靠近堤坝，把下面能够拍得到的地方通通的也拍一遍。我这堤坝都还没有做成型，打混凝土的就来了，我也是服了。既然来都来了，我也不可能让他们等在这里，我就开上来，先把上面的冒石挖了，先给他们做一担，不至于让工人等到这里，毕竟一天几百块。这冒石的水平也是没人放，旁边也没有啥参照物，路也是一边高一边低，全靠多年的经验和眼力。这100多米冒石挖过来，基本上没有什么误差。冒石挖完，我们再从这边上开下去，继续来整这后面没有整完的坡。这堤坝中间就不怎么好弄啊，我好朋友在这下面走来走去，本来是硬的都给它压软了。我开过来的时候还差点陷机，我把软的全部给它挖掉，然后再从前面挖了点干头过来垫一垫，不然这后面的坡根本就整不了。这下面一小段坡，站在旁边肯定是削不到了，因为旁边根本就没有轻区硬底，还比较深，我就只能站在旁边侧方位给它削一削，抹一抹。然后我就按照这个节奏把前面一段做好之后，我再把底下垫的干头又继续往后面转，往后面垫，再把塘底烂糟糟的泥巴扫一扫，弄平整，到时候看着美观一点。就这样一路垫过来，中间比较深的地方总算是搞完了，这后面就比较好弄了，站在旁边削一削。这100米多长的堤坝终于是搞完了。搞完之后我们看一下效果，不容易啊，真不容易啊。这么长这么高的堤坝对于我135来说实在是太难了。搞完收工，我们下期见。就很棒。